尚木根和陈世龙胜诉，彭博社及涉案记者被判每人赔偿23万新元，总额46万新元。面对彭博社这样的国际媒体，这次新加坡高庭给出的答案很明确，不会。这个案件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赔多少，而是法院释放的讯号。在新加坡，媒体名气不是豁免，公共利益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撑住的挡箭牌。尤其当一篇报道把部长、豪宅、保密安排、洗钱调查这些词放进同一个叙事里，就算没有直接指控，也可能让普通读者形成负面判断。今天我们就来从法律的角度聊聊新加坡为什么连国际大媒体也照判不误。这个案子之所以这么受关注，不只是因为对象是国际媒体，也不只是因为原告是部长，而是他刚好踩中了新加坡社会几个非常敏感的点。第一是官员清廉。新加坡一直把廉洁政府当成制度信誉的一部分，这不只是政治形象，也关系到投资者信心、金融中心声誉，还有普通人对制度公平的基本信任。第二是优质洋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GCB。 这类房产本来就稀缺、昂贵，而且天然带有阶层象征。普通人每天面对房贷、租金、COE 和生活成本，看到部长与这类资产交易被放进聚光灯下，关注度一定很高。第三是国际洗钱语境，只要报道把本地高官交易、保密安排、资金背景、跨境调查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哪怕没有一句话直接说有违法行为，读者也很容易自己补出一个负面故事。法律上问题就出在这里，法院不只看媒体有没有提出问题，也会看他有没有让普通读者自然联想到不当行为。所以这宗案子不能只看成媒体输了官司，他真正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新加坡报道公共人物时，什么叫合理追问？什么又已经跨境诽谤的线？如果你住在新加坡，你觉得公众更在意的是新闻自由，还是官员清廉必须能被验证？这宗案子最关键的法律点，其实不是报道有没有直接写出某人违法，而是整篇内容会不会让普通理性读者自然产生贬损性的理解。很多人对诽谤的印象还停留在最直接的那种句子，比如说某人贪污、某人受贿、某人造假。可在新加坡，法院不会只盯着有没有这几个字，他会看整体印象。现实里的读者大多是在手机上快速扫标题、导语、图片说明和前几段重点词，然后很快形成第一印象。如果一篇报道把某位部长的房产交易和保密安排、敏感关系、国际洗钱调查放在同一个叙事框架里，哪怕没有直接说他参与不当行为，读者也可能自然得出这件事不干净的判断。法律上这就可能构成影射诽谤。这里有个很常见的误区，有人会说我只是把事实摆出来，让大家自己判断。问题是很多诽谤本来就不是靠明说完成的，而是靠你安排出来的联想链条完成的。你把几个高度敏感的元素并排放好，再用一种看起来很克制，其实很诱导的写法，让读者自己补完最严重的指控。法律不会因为你留了一点空白，就当作没有造成伤害。也就是说，法院看的不是你表面上有没有下结论，而是你实际造成了什么阅读效果。这一点对媒体很重要，对普通人也一样重要。你在 Facebook、WhatsApp 群组、Telegram 频道转发内容，如果故意把某个人的名字和犯罪、偷税、婚外情这些标签摆在一起，再补一句大家自己看，不代表你就安全。你没明说，不等于你没影射。还有一点必须分清，监督公共人物当然是新闻的一部分，但监督和影射不是一回事。监督要求你拿出可核实材料，给对方回应机会，把事实和推论分开。影射则是证据还没到位，怀疑感先种进公众脑中，前者是正常监督，后者就可能变成法律风险。所以本案给出的提醒非常直接，在新加坡你可以调查，也可以提问，但你不能靠排列词语、设计语境、制造联想，去完成一场没有证据撑住的审判。如果上一节讲的是诽谤怎么成立，这一节讲的就是媒体原本可能想依靠什么来抗辩。很多人会提到一个词，雷诺兹抗辩，背后的意思很简单，如果媒体报道的是公共利益议题，而且已经尽到相当程度的负责任新闻义务，比如做了合理核实，给了回应机会，没有故意夸大，那么就算部分内容后来证明不准确，法院也可能给他一定保护。对很多英美媒体来说，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防线，因为公共事务报道常常发生在事实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时候。可问题是，这套规则是不是自动适用于新加坡？答案并不是。新加坡法院没有义务把英国发展出来的媒体保护框架原封不动搬进本地法。很多观众一听会觉得，那是不是代表新加坡对媒体更严格？从结果看，确实更严格，但从法理上看，重点不是敌视媒体，而是司法主权，也就是每个法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传统、社会结构和公共利益排序，决定言论自由、新闻监督和名誉保护之间怎么平衡。英国有英国的历史脉络，新加坡有新加坡的制度选择。新加坡长期把公共机构信誉、官员清廉、形象和社会秩序看得很重，所以他对先发出来再慢慢补证据这种做法本来容忍度就更低。还有一点要说清楚，就算退一步，法院愿意参考负责任新闻的精神，也不代表媒体只要打出公共利益4个字就安全。公共利益不是免死金牌，它更像一份高门槛合同。你既然要触碰高风险指控，就必须拿出相应强度的核实，给足够公平的回应机会，把事实和推测清楚分开。如果这些环节做得不够，抗辩的说服力就会明显下降。这对新加坡市场其实是个很现实的提醒。很多国际机构习惯用全球统一的编辑方式，觉得只要议题涉及公共人物、公共资源、公共疑问，就可以用比较进取的写法去试边界。但新加坡不是那种你可以先试，输了再说的法域，这里的边界更清楚，也更愿意执行。所以这宗案子传递出来的讯号很明确，国际媒体进入新加坡公共讨论，必须按本地关于名誉、核实和公平回应的规则来。你可以带着全球品牌来，但不能带着别的国家可以这样写。所以这里也可以的预设，你觉得国际媒体进入新加坡最该先学的是新闻技巧，还是本地法律边界？本案里，每名原告获赔23万新元，其中有6万新元属于加重损害赔偿。这个部分不是自动出现的，它通常意味着法院认为被告的写法、传播效果或者后续处理让伤害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法庭不是只在说你写错了，而是在说你造成的伤害比一般情况更严重。为什么对象是部长级官员，会让赔偿金额这么受关注？因为在新加坡，部长的声誉从来不只是个人面子，这里的治理逻辑很强调清廉、能力和公众信任。一个普通商人被影射，损害主要落在个人和商业关系层面，但一个部长如果被影射与不当利益、可疑交易有关，影响会很快外溢到政策公信力、政府信誉，甚至国家对外形象。尤其新加坡本身是金融中心，这类联想一旦扩散，伤的就不只是个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新加坡法院在某些案件里，会把高级公职人员的声誉看成和制度、信任紧密绑在一起的公共资产。你未必完全同意这种权衡方式，但从长期判例看，这条线是很稳定的。无论是国际媒体还是本地平台，只要法院认定构成诽谤，赔偿不会因为你名气大就自动变轻，也不会因为你说自己在做公共监督就自动打折。这一点也打破了一个常见想象，有人以为新加坡会对国际媒体更顾忌，怕影响国际观感，也有人以为本地小平台更容易被重判。可从这些案例的走向看，法院更在意的是诽谤是否成立，影响有多大，被告有没有加重损害，而不是你来自哪里。对普通观众来说，最实用的启示其实很简单，以后看到涉及公职人员、学校校长、公司 CEO、宗教领袖的爆料型内容，不要只看他敢不敢写，更要看他有没有证据，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把事实和推论分开。因为在新加坡，名誉一旦和公共信任绑在一起，法律出手往往比很多人想的更快，也更重。如果今天这支影片你只记住3件事，就记住这3条。第一，在新加坡，诽谤不一定靠明说，影射和整体印象一样可能出事。第二，国际媒体熟悉的负责任新闻框架不会自动在这里生效，本地法院看的是本地法。第三，高额赔偿背后保护的不只是个人名誉，也包括公众对制度清廉的信任。所以这宗案子最不值得做的就是急着贴标签，把它简单说成打压媒体，会忽略具体法理；把它简单说成媒体活该，也会错过新闻监督和名誉保护之间真正困难的平衡。对普通人来说，更实用的收获是
以后看到任何爆料型报道，不要只看它来自哪家媒体，更要看它有没有证据，有没有给回应机会，有没有故意把你往某个负面结论推。如果你想看我下一集继续拆这份判词，比如法院怎么判断普通读者印象，为什么会有加重损害赔偿，或者顺便比较 TOC 案件和普通网民转发的诽谤风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觉得这种新加坡法律判例解读对你有帮助，也欢迎订阅频道，